偷盗福轩鼎一事，营等长士十分不悦。帝君可否收留我一段时日，待我把伤养好后，再回去请罪？帝尊得知帝君伤愈回宫，特意差人将这位雪灵芝送给帝君调养身子。帝尊现下有事脱不开身，所以说晚些来看你。据说这是龙族上宫的仙草，最是滋补仙灵。芷溪仙子又剜心又遭雷刑，要不要赐给芷溪仙子补一补？仙魔大战中，仙官伤损过多，帝尊新增了一场仙阶考试，望能填补各宫的空缺。这是咱们延续天宫的报名册，我挑选了几个资质高、仙力强的仙士来参加考试。颜淡是芷溪仙子的妹妹，我也帮她报了名，请帝君过目。帝君。颜淡近来在做些什么？说来奇怪，最近我倒是没有看到他，定是不好好在宫里当差，又溜去哪儿偷闲去了吧？你云游回来了。青云说，你这段时间不在宫中，去哪儿乱逛了？我不过是个低阶仙士，所行所往，岂敢劳烦帝君挂心。怎么受伤了？是又做了什么助人为乐的傻事，伤着自己了吧？北冥仙君从战场上回来时，伤势严重，仙灵丢失，形容疯癫。我将我的汉淡之力注入他的经脉当中，缓解了一丝他的痛苦。在弥留之际，让他寻回片刻的清醒罢了。仙君为了天庭，奉献毕生，功德无量。天界众生会永世铭记他所付出的一切。你如此挂念救主，这些时日，本君消失数月，你可来找过我？如今本君归来，你可高兴？他们都说你去云游了，我为何还要来找你啊？再说了，你去云游，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啊，就没有人折磨我了。我巴不得你不回来呢，这样我就更逍遥自在一些。是吗？嗯。那你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可有任何轻松愉快之谈？本君不暇。
能看得出你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。那个没心没肺、胆大妄为的颜淡去哪儿了？是啊，经过仙魔大战，天界死伤惨重，北冥仙君在我面前死去，我怎么可能会跟以前一样呢？颜淡，如今战事平息，三界太平，我们应该带着逝去之人的希冀，好好的活下去，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牺牲的人。本君当初给你取名的时候，曾说过：欢颜如莲，悲苦如泣，生与死，苦与痛，都是历练和修行。我知道，我们神仙一生下来就是要修行的，无论多苦，都该承受。我能安然归来，只因有人弯心相救。只惜与你无话不谈，他可曾与你说起过此事？没有，姐姐一向敬佩你，在得知帝君为了三界而受重伤之后，便瞒下了我们所有的人，舍身去救你。这件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，只惜现在一定重伤未愈，你赶紧回去看他吧，不送了，请回吧。你这般轻装，只怕真的是只惜冒名顶替，将你也蒙在鼓里。你心性纯良，最是顾念姐妹之情，只怕不愿揭发她的谎言，让她断送仙途。既如此，我便让她亲口认错，还你一个公道。仙阶考试即将开始，备考名单上有你的名字。既然本君已经归来，我定会严加看管你日后的修炼。望你不要给延续天宫丢脸。我不过是一个废物仙子，什么仙阶仙法，我根本就不想去，我不想要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？颜淡，帝君，你不是有伤在身，应该好好静养吗？此前我一直在妙法阁当差，与妹妹平日里不得相见，如今来到了延续天宫，我想趁此机会多陪陪颜淡。本君与颜淡有事要说，你先出去。不必了，帝君。我刚刚已经说过了，仙阶考试我是不会去的。如果帝君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就请回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颜淡，对不起。其实今日，并非只有你命悬一线，我亦如此。我们偷盗傅轩鼎一事，一早就被银灯发觉了。他一心想要向帝尊禀报此事，任凭我怎样苦苦哀求，都无济于事。我上前阻拦，却反被穿心骨打伤。我拼尽全力才逃了出来。
我只能跑到延续天宫求救。可谁知，在我昏迷不醒时，帝君把我错认成了你。后来我醒了过来，我本想立刻解释，可是我突然怕了。只要我在妙法阁，银灯总会想到办法折磨我，迫害我。下一次我还能侥幸逃脱吗？只有成为帝君的救命恩人，我才有机会调离妙法阁。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保命。颜丹，真的对不起，你不要怪我好不好？原来是他认错了人。妹妹，你别再犯傻了。你对他的情谊，若是被旁人发现，定会受情劫的。你可知思璇仙子是如何死的？我不想看到你为此事丧命。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吗？我会杀了你。我对帝君没有半点私心，可你却不同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走向这万劫不复之地。姐姐希望你能放下这不该有的执念。你要时刻谨记，神仙是不可以相恋的，是万万不能违背天条的。我知道，他是帝君九重天的天条，他是最重视的。他说过，神仙必须要断情绝爱。既然他已经认错了人，那就这样吧，就当是一场梦就好了。你若能这样想，我就放心了。颜丹，因我血脉相连，在这偌大的天庭中，只有彼此可以依靠。之前在盛宴上的种种，是我不对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今日之事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我希望以后，我们还能像从前一样，好吗？银灯长士，不知银灯长士深夜前来掩续天宫，所为何事？哦，我听闻芷溪仙子因救帝君而身受重伤，她乃我妙法阁的副长侍，我特意前来探望。啊，芷溪仙子的房间就在那边，小仙还有事，就不送长侍过去了。等等，这琉璃盒精致透亮。不知里面装的是何宝物？帝君得知颜淡仙子受伤，特意让我把帝尊赏赐的雪灵芝送过去。这里是掩续天宫，守卫重重。你若在这里对我动手，怕是自身难保。你我无冤无仇，我为何要对你动手？那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来探望一下我妙法阁的副长侍
有何不可？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应渊君的救命恩人了。这种鸠占鹊巢之举，倘若帝君知道了，不知该当何罪。天规不得有情，帝君与任何人皆无可能，你何必处处针对我？此事我并不会告诉帝君，只是想来提醒你，天庭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真相，你最该提防、恐惧的人，是你的同胞妹妹颜淡。不拆散，人对对，双双。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云上我下，转眼秋，山海无路万行中。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青藤微秀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轰动。去到人间，锦绣好时候，胆敢再开人厮守。颜淡仙子来此何事？你认得我？当然，当初你与应渊帝君联手清剿了浅云宫的魔族内应，浅云宫上下仙士无不感激。当时只是帝君一人之劳，我是在旁边帮忙，幸运罢了。哪有？颜淡仙子有勇有谋，我还听说你的姐姐芷溪弯心救了帝君，你们姐妹俩当真是女中豪杰。颜淡仙子可有什么废弃的旧物需要焚烧？通通交给我便是了。嗯。这沉香炉精致非凡，还依旧如新。颜淡仙子确定要将它烧毁吗？嗯。请您稍等。帝尊，我已查明，芷溪仙子确实被应元帝君留在了宫中。传言废墟，帝君对这位仙子甚好，非但照顾有加，还亲自教她弹琴，研习仙法。帝君还将帝尊赏赐的雪灵芝送给了芷溪仙子的亲妹妹。看来
我要去偃虚天宫一趟了。见过帝尊，帝君。这便是救你的芷溪仙子。正是。芷溪仙子舍命相救，不仅是应渊的恩人，更是天庭的功臣。帝尊过誉，芷溪不过是做了自己分内之事。你是妙法阁的副掌事，你的分内之事什么时候有了治病救人这一项啊？近天来，天庭流言四起，说你与应渊暗生情愫，是真是假？应渊帝君昔日屡次平定三界四海，帝君之安危，便是三界之安危。芷溪救人是为了天界众生，绝无半点私心杂念，亦不敢对帝君有所觊觎。你舍命相救，理应褒奖。但如果你暗自生情，则是违反天条，我要按律治罪。此乃断情线，以红线将你二人牵在一起，线断则为无情，不断则有情，是赏是罚，一试便知。焦中天立身万年，思玄的前车之鉴，帝尊的教导，我从未敢忘，自然亦不惧断情线之责。应渊心中磊落，为证清白，但求一策，结果定不会让帝尊失望。好，帝君果然从不会让吾失望。芷溪仙子高风亮节，吾可以赐你一个恩典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开口。芷溪对天庭赤心一片，救帝君是为了天界众生，不求恩赐。芷溪仙子为天庭立下如此功劳，却不求功名，好，果然是性情至纯。吾记得你好像有一个妹妹，在瑶池盛宴上还为你求过恩典，是吗？你姐妹二人是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啊。这样吧，吾就恩准你妹妹不必下凡历劫，在仙界晋升大典上可以观礼，成全你们姐妹情深，怎么样？谢帝尊恩赐。应渊，苍茫浩瀚的三界过往之中，有多少浩劫，皆是因情而起。你的母亲便是其中一例。唯有神仙无情，方可保三界平安。吾望你能够铭记你生母之事，同僚之难，切不可行差踏错，令三界再次陷入劫难之中。帝尊放心，我必恪守天规，不负母亲的在天之灵，以毕生精力守护三界四海，换取万世安宁太平。
燕丹，我深知茅屋之人是你，但天规在上，我此生此世绝不可触犯。我到底该拿你如何是好？帝尊为庆祝帝君归来，特意下旨，后日于瑶池设宴，更是亲自施法，致瑶池的莲花一夜之间全部盛开。帝尊吩咐，各宫皆需派出人手前去瑶池采集仙露，以备宴席所用。仙露之事，你带严旦去做。是。帝君为何一人在此赏花？我陪帝君一同观赏可好？不必了。这么多年，我对帝君的心意与付出，相信帝君皆看在眼里，为何却连一个赏花的机会也不愿意给我？不要以为本君不知你所图。修行没有任何捷径，修灵之前必先修心。心术不正的话，别说是仙灵了，9重天也容不下他。你身为一阁长侍，本该是仙阁表率，怎仍不知悔改，不知自重？我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敬仰帝君的风采。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如帝君般福泽3界。帝君，你怎可如此诋毁我，诬陷我？看去莲花镜，应知不染心，还望银灯长侍能如自己所说的那样，洁身自爱，铭记天规戒律，摒弃不该有的私心杂念。帝君教导，银灯概莫敢忘。不过，言他人易，守己身难。帝君自己是否真的可以做到清心寡欲，铭记天规？莲花初开之时，露水最为清澈。严旦，你先在此处采集，争取日落之前把这瓶集满。我去那边看看。嗯。严旦，莲花清香，可以凝神静气，对你的伤病有益处。你在此可以多待一会儿，不必急着离开。帝君让我来采仙露，就是因为这个。严旦，其实姐姐伤势比我重，她应该来这里，我不应该来。你是偃虚天宫的人，芷溪不是。500年前，你们初化人形，芷溪惊慌失措，而你却护在他的身边，毫无半分胆怯，仿佛你才是姐姐。这都是陈年旧事了，帝君不必再提起。当初本君在地衙时，也遇到过莲花盛开之际，当时双目皆盲，
只闻得到花香。但那片莲花，却胜过现在的莲花100倍。天庭的莲花，纵然繁盛，可总是透着一丝清冷。不知道凡间的莲花是什么样子，是不是更加的有生机，有温度？窒息已经被帝尊赐予了恩典，免了历难之苦，你不用替他下凡了。对不起，我食言了，没能看到你的《创世英雄传》，你可愿在延续天宫再演一次？这一次，本君绝不会错过。没关系的，帝君，错过就错过了，不用再弥补了。我还要去采仙露，先告辞了。我们明明说好给严大安个小错，发出延续天宫便可，你为何言而无信？你疯了！这是玉清宫，害你亲妹妹的汉胆根须是你亲手给的，你装什么无辜？还有脸跟我谈信义？我只是担心严旦日后会犯下大错，想以此小惩大戒一下，并不想害死他。他刚受过雷刑，又没了半颗心，若罪名成立，再上天刑台，就算不死，也要被打回原形了。我就是要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这些最重最轻，你都已经脱不了干系了。你们姐妹俩的情早就断了。此案已经惊动了帝尊，若不想再将自己前途、性命都搭进去的话，就给我闭嘴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帝君有令，1个时辰内把这些东西通通搬走，不可耽搁。你干嘛？帝君之物，竟被你这残花败柳般的刺绣所污，怪不得帝君他一日也不愿等，急着命人将你这下贱卑鄙之人的物件全部移挪出宫。银元君，你就这么厌恶我吗？能看一眼，便多看一眼吧。今日你踏出这道宫门，你便再也回不来了。看着如今的你，我便想起了当年的我。不过，我当年离宫是风光高盛，你则是负罪离开。无论是被帝尊所赐的我，还是剜心救他性命的芷溪，
没有哪个女仙可以永远留在延续天宫。帝君的心中容得下3界苍生，却没有一个女子的位置，是吗？若真如此，你为何千方百计的要赶我出宫？赶你出宫，判你下狱的不是我，是他。即使他与你对弈，教你仙法又如何？你在他眼里，不过就是一个逗闷子的顽劣仙士罢了。要说，你与别人也确实不同。这么多离宫的仙子，你是走得最狼狈的一个。你可知帝君如何说你？他说，你是延续天宫的耻辱，已经命人将你的东西通通拿去焚元炉烧了。当你生出不该有的心思那刻起，你便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。带走。是。你受苦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想给你安个小错，让你离开延续天宫，远离帝君，从此不再为情所困。没想到会被银灯利用，害你至此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可是，一开始，我真的是为你好的。为我好？为了我好，为什么在银灯诬陷我下毒之时，你没有解释？你知不知道当时你那个样子？我感觉我都已经不认识你了。是我懦弱，不敢当着帝尊和帝君的面承认自己犯的错。从小到大，我都一直认为你是这世界上我最亲的人，你会永远保护我，支持我。任何人都会背叛我，可是只有你不会背叛我。我也暗自发誓，要与你荣辱与共。可是如今发生的一切，如今我看着眼前的你，我仍然不明白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这么做吗？从小到大，你一直觉得我很坚强，什么都不怕，对吗？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年我有多痛苦。痛苦？从我们化成人形那天起，帝君亲口所述，我是双生莲中的弱者。从那一日起，我便比任何人都刻苦修炼，就是不想被其他人看清。小寒经你随便抄抄，便可领悟其中的妙用。你轻而易举得到的，却是我的毕生追求。我从未让你帮我下凡历难，你却当众求此恩典，让众人嘲笑我的无能。我好不容易坐上了副长侍之位，你却抢了我的差事，成为了出没护主的功臣。
所有人都可以看清我，就连你的先世朋友，竟然也在背后嘲笑我。我没有想到，这些年，你一直被双生莲强弱之说所困，我却丝毫没有察觉。我知道，你不想下凡，你想升仙阶。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，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你。可我从来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想，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你，让你有了如此大的心结。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手拉着手走下去，我以为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姐妹，可我没有想到，我们竟然走到了这一步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一个好妹妹，对不起。颜淡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。想必这心魔也伴了你100年，我再一日，你便无法释怀。也许现在，对我们最好的结果，便是再也不要相见。窒息，你好好为自己而活。你走吧，颜淡，走。走啊！帝君，颜淡虽然顽劣，但本性并不坏。我不信他会下毒。我们真的要眼睁睁看他去受火刑吗？颜淡为了想保护的人，始终不说实话。但本君不会让他蒙受不白之冤。我会找到其他的证据，证明他的清白。帝君，这是浅云宫的仙士，他是来找颜淡的。所谓何事？帝君，颜淡仙子几日前将这沉香炉给我，让我帮他焚毁，可这香炉却被施了仙法，无论怎么烧都烧不坏。我只能将它送还给颜淡仙子，却找不到他人了。本君会将他物归原主。你们先下去吧。颜淡，你舍得将这沉香炉焚毁，定是对我失望透顶。可只有让你离开延续天宫，才能令你彻底断了情念。
日后便再不会受伤，难过了。云墨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遇到什么事情不要慌，急什么？颜淡不知为何被扣上了毒害长师的罪名，应元帝君把他关进了天牢，我们得赶快去救他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救出来。云墨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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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何突然要破这结界？你不知道，颜淡被关进天牢了。可是这结界与我仙灵相通，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，唯有我却不行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尽快把颜淡救出来。云墨哥哥，颜淡是你的朋友，自然也是我的朋友。我现在就去找元帅，给你破了这结界。不可，我对元帅一定不会答应你的。我也不可能丢下颜淡不管，就算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把他给救出来。陆明，你别担心我，我在这儿过得可好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颜淡，你现在必须将真相如实告诉帝君，否则你会没命的。下毒一事，我绝不会相信是你做的。整个天界除了你，唯有芷心是四叶邯郸。你现在是不是为了保护他，